1943年1月7日凌晨3点 ，FBI 特工抢在死者家属之前闯进纽约人酒店3327号房。他们要封存的不是一具尸体，而是一个漏洞，一个能让全人类跳过石油时代，直接进入免费能源纪元的漏洞。当他的手稿被装进绝密箱子时，没人知道里面还锁着一封写给100年后人类的警告信。天选之子的诞生。1856年7月10日午夜，克罗地亚斯米连村正经历一场100年罕见的雷暴，闪电像银色的血管在天穹上爆裂，整个世界被照得惨白。就在这末日般的景象中，一个婴儿诞生了。接生婆颤抖着说这是不祥之兆，但产妇，这个后来被称为天才之母的女人，却盯着窗外一道撕裂天际的闪电，平静地说，我的孩子将是光明之子。这个孩子就是尼古拉·特斯拉。他的诞生仿佛被宇宙编写了专属的 BGM， 那正是人类最想驯服却又最敬畏的力量——闪电。8岁的特斯拉已经展现出令人不安的天赋，别的孩子还在数手指算加法，他已经能在脑海里精确构建3维模型。一次，他哥哥指着院子里的一棵苹果树问，你能算出这棵树上有多少片叶子吗？小特斯拉闭上眼睛，不到3分钟就给出了一个数字。家人觉得他在胡说八道，但后来数了整整2天，结果只差3片。更诡异的是，他的灵感常常以完整的影像形式突然降临。特斯拉后来回忆，一个想法出现时，它不是模糊的概念，而是完整的设备图像。我能从各个角度观察它，甚至能看到它在运转。这种能力让他在发明时几乎不需要草图，所有的图纸都在他大脑里画好了。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，你认为这种脑中成像的能力真的是人类潜能的极限吗？还是说这更像是某种外部下载？电流战争与第一次背叛。1884年，28岁的特斯拉带着4美分和一首自己写的诗，踏上了开往纽约的轮船。他要去见当时公认的电学之神托马斯·爱迪生。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像彗星撞地球。爱迪生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，信奉试错法；特斯拉则是理论天才，先在脑海里完成所有计算。爱迪生给特斯拉开出的条件是，如果能改进直流发电机，就支付5万美元，相当于今天的130万美元。特斯拉没日没夜工作了6个月，重新设计了24种不同的发电机。当他完成任务需要奖金时，爱迪生却笑着说，特斯拉，你不懂我们美国人的幽默。这个玩笑改变了人类历史。被激怒的特斯拉愤然离开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战斗——电流战争。当时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就像笨重的马车，电流只能传输1英里左右，需要密集的建设发电站。而特斯拉的交流电则像未来的高铁，可以跨越数百公里，效率是直流电的10倍以上。为了阻止特斯拉，爱迪生发动了一场教科书级的污名化运动。他在全美各地举办公开处刑秀，用特斯拉的交流电当众电死流浪猫狗，甚至一头名叫托普西的大象。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标题写着特斯拉的电流是死亡之流，但真相终究无法被掩盖。1893年，芝加哥世博会选择了特斯拉的交流电系统。当10万盏电灯在黑夜中同时亮起时，整个美国都沉默了。2年后，尼亚加拉大瀑布水电站项目正式采用交流电系统，这意味着特斯拉不仅赢了战争，还赢得了未来。但胜利的滋味是苦涩的。特斯拉后来写道，我在那一刻意识到，打败一个神意味着你必须成为下一个神，而神总是孤独的。科罗拉多的星空来电。1899年43岁的特斯拉来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，这里海拔1800米，空气稀薄，雷暴频繁，是进行高电压实验的绝佳场所。他建造了一座高达60米的巨塔，顶端是一个直径2米的铜球，这就是著名的放大发射机。公开档案显示，特斯拉此行的目的是研究无线输电，但近年解密的私人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，如果地球是一个谐振腔，那么它一定有自己的频率，找到这个频率，我们就能和整个星球对话，或许也能听到星球之外的声音。实验进行到第7个晚上，特斯拉做了改变历史的操作，他在距离实验室1英里的地方把10几个灯泡直接插进了土壤里，然后他让助手在实验室启动发射机。当时我们都屏住了呼吸。助手后来回忆，突然那些插在土里的灯泡1颗、2颗、3颗全部亮了起来，就像大地上长出了发光的蘑菇。特斯拉成功了，他实现了隔空输电，但接下来的发现让所有人都笑不出来了。特斯拉习惯在深夜独自调试设备，监听大气中的电波。1899年7月3日深夜，他戴上耳机，开始记录雷暴产生的静电干扰。突然他僵住了，那声音太清晰了，不可能是自然现象。特斯拉在日记中写道：3声一组的脉冲，滴滴滴停顿，然后又是3声。
就像有人在用宇宙的节拍器敲打着某种密码。他立刻找来助手，两人轮流监听，信号断断续续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。第二天，特斯拉换上了更灵敏的接收器，信号变得更强了。这不是地球上的任何信号源。特斯拉在给朋友的信中激动地写道：“我确信，我们正在接收来自外太空的智能信息，很可能来自火星。”如果你看过我们频道以前的视频，你就会知道，1967年人类第一次发现脉冲星时，科学家们的第一反应也是这可能是外星信号，还给这个信号源起了个编号叫小绿人1号。所以特斯拉的直觉可能没错，只是他早了半个世纪用错了工具。这个主题我们会在片尾的相关视频里深入探讨。世界之塔与资本的背叛。带着科罗拉多的惊人发现，特斯拉回到纽约，开始筹备他一生中最大胆的计划。沃登克里夫塔，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无线电塔，它高达57米，地下部分深达120米，直接连接到地下水层。特斯拉的蓝图显示，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球能量网络的第一个节点。他的设想是在全球建造数十座这样的塔，利用地球本身作为导体，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无线能源传输系统。想象一下，你在撒哈拉沙漠依然可以给电动汽车充电，完全免费，无需电线，就像今天我们接收广播信号一样简单。1901年，特斯拉说服金融巨头 JP 摩根投资15万美元，相当于今天的450万美元。但特斯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对摩根隐瞒了计划的真实规模。当摩根逐渐发现特斯拉要做的不是另一个马可尼，当时的无线电发明家，而是要颠覆整个能源产业时，一切已经晚了。1904年，摩根正式撤资，并动用他在金融界的影响力，封杀了特斯拉的所有融资渠道。摩根先生不是害怕技术失败，一位摩根公司的前高管后来透露，他害怕的是技术成功。如果电能真的免费了，洛克菲勒的石油、卡内基的钢铁，还有摩根自己的铁路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会崩塌。沃登克利夫塔成了烂尾工程。1906年，特斯拉被迫遣散所有员工。1917年，美国政府以间谍嫌疑为由，炸毁了这座已经锈蚀的巨塔。钢铁被当作废料出售，卖了1750美元。天才的黄昏与最后的警告。1916年，60岁的特斯拉宣布破产。他从华尔道夫酒店搬到了更便宜的纽约人酒店，一住就是27年。晚年的特斯拉成了一个矛盾的综合体，他每天只睡2小时，却花大量时间在中央公园喂鸽子。他宣称自己发明了可以劈开地球的装置，却又担心技术被滥用。他越来越痴迷于数字命理学，尤其执着于369这3个数字。如果你知道369的奥秘，你就拥有了通往宇宙的钥匙。特斯拉在1931年的采访中这样说，当时所有记者都把这当作疯话，但现代物理学家发现了一些端倪。在漩涡数学中，369确实表现出奇特的几何和能量特性，许多晶体结构、星系旋转模式都与这些数字有关。更惊人的是特斯拉晚年的发明清单。1931年，他公开演示了一辆无燃料电动汽车，声称可以从空气中获取能量。汽车行驶了50英里后，特斯拉拆下了神秘的动力装置，说世界还没准备好。1934年，他公布了粒子束武器，媒体称为死光的设计原理，声称可以在250英里外击落1万架飞机。他试图把设计卖给美国、英国、苏联，但所有人都拒绝了。1937年，81岁的特斯拉宣布，他即将完成空间能量传输系统，可以将任意数量的能量瞬间传输到地球的任何地方。就在他声称最后一项发明即将完成时，1943年1月7日，特斯拉在纽约人酒店3327房间死于心力衰竭，享年86岁。FBI 的秘密行动，特斯拉的尸体被发现后不到2小时，他的侄子萨瓦·科萨诺维奇赶到酒店时，看到了诡异的一幕。FBI 特工已经控制了房间，正在将成箱的文件搬走。我叔叔的所有笔记、手稿、模型都不见了。科萨诺维奇后来在法庭上作证，甚至连他枕头下的几张草稿纸都被拿走了。FBI 的官方解释是，这些材料可能含有对国家安全重要的军事发明。但奇怪的是，经过评估后 FBI 宣布未发现具有重大价值的内容。真的是这样吗？1990年代，根据信息自由法，部分特斯拉文件被解密。在其中一份标注为特斯拉球形飞行器的文件中，有这样一段描述：通过旋转电磁场，可以在物体周围创造出一个局部的时空曲率，理论上这可以实现瞬间移动。这段话让许多人联想到了那个著名的都市传说费城实验。1943年，美国海军 allegedly 在费城进行了一次秘密实验，试图让驱逐舰埃尔德里奇号隐形。传说实验出现了灾难性后果，军舰瞬间移动到弗吉尼亚，部分船员被嵌入了船体钢板。虽然美国海军多次否认，但巧合的是，特斯拉在1942年去世前1年确实被列为海军顾问，而费城实验的核心技术描述
与特斯拉晚年的研究惊人相似。为什么特斯拉这样级别的人物死后所有研究资料都被立刻封存？为什么一个被主流科学界认为是疯子的人，他的手稿值得 FBI 连夜行动？特斯拉的幽灵与我们的未来，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变成他预言的形状。看看你手中的智能手机，无线充电技术是不是像极了特斯拉的隔空输电迷你版？看看新闻里的军事科技，美国的激光防空系统，以色列的铁树是不是像他描述的死光？再看看马斯克的星链计划，数万颗卫星组成全球网络，是不是像沃登克里夫塔的太空升级版？2007年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首次实现了无线输电，距离是2米，而特斯拉在1899年做到的是1英里。我们用了108年才勉强达到它1%的水平。埃隆·马斯克从不掩饰对特斯拉的崇拜，他不仅用特斯拉命名自己的电动汽车公司，还在多次采访中说，我们不是在重复特斯拉的工作，我们是在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。但最让我毛骨悚然的不是这些技术回响，而是一个更深的模式。纵观人类历史，每个重大科技跃迁的节点似乎都会出现一个特斯拉式的人物。达芬奇画出了直升机草图，500年后我们才造出来；凡尔纳描述了登月，100年后阿波罗才实现；特斯拉构想出全球无线网络，100年后我们才有了互联网。他们的存在似乎只有一个目的，确保人类科技树不会点歪，确保我们在关键岔路口能看见那条更远的路径。宇宙的代基因，让我们回到那个根本问题：特斯拉到底是不是疯子？一个客观事实是，他90%的预言都在100年内实现了；另一个客观事实是，他所有的疯狂言论在理论上都没有被证伪。那么最理性的解释是什么？也许特斯拉既不是疯子，也不是神，它只是一个接收器，一个异常敏感的人类大脑，恰好调节到了宇宙的某个频率。1977年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大耳朵射电望远镜接收到了一个持续72秒的强烈信号。天文学家在打印纸上激动地圈出数据，在旁边写下3个字母：信号至今无法解释。它来自人马座方向，频率正是氢原子发射线的1420兆赫。这个频率被普遍认为是星际通讯最可能使用的频段。特斯拉在1899年听到的会不会是另一股信号？只是他早了7、8年用简陋的设备捕捉到了宇宙的同一句问候。我们活在未来的回声里，所以 FBI 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我现在可以给出我的答案了。他们害怕的不是特斯拉的技术，而是特斯拉代表的可能性。当一个文明发展到某个临界点时，总会面临一个选择，是继续在旧体系中修修补补，还是拥抱一个全新的范式。特斯拉的蓝图指向的是第二条路，一条更激进、更光明，但也意味着要摧毁现有权力结构的路。1943年的美国选择了保守，他们封存了蓝图，继续沿着石油和有线电力的道路走了下去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在为这个选择付出代价，气候危机、能源战争、数字鸿沟。但特斯拉的幽灵从未离开，他那句宇宙的钥匙是369，可能不是数学公式，而是一个隐喻。人类需要至少3次工业革命，经历6个技术代际，才能理解第9个维度的真相。我们正站在第6到第7的过渡期，5G、量子计算、可控核聚变。特斯拉预言的无线能源网络正在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浮现。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说明你也感受到了那种未来以来只是分布不均的震颤。特斯拉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天才传说，而是一面照向未来的镜子。我想用特斯拉晚年的一段日记作为结尾。这段话写于1938年，当时全世界都在备战，他却写道：我听见了未来的声音，它不是爆炸，不是警报，而是亿万设备同时启动的嗡鸣。在那个未来里，能量像空气一样自由流动，信息比光还快，每个大脑都是宇宙网络的一个节点。有人叫我疯子，但我只是听得太清楚了。感谢收看科技启示录，请点击订阅按钮，打开小铃铛，你不会想错过我们接下来的视频。你会看到比核弹更恐怖的发明，以及它们为什么永远不能见光。在评论区用一句话回答：如果特斯拉活到今天，他会先发明什么？分享给你最好的3个朋友。